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学习五脏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脾为仓廪之官，气血生化之源，后天之本。脾主要从3个方面来学习：一是脾的定位，二是脾的生理和病理，三是脾的连属功能。中医的脾完全不等于左胁下的西医解剖上面的脾脏。中医的脾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包括整个消化系统。脾位于中焦，脾和胃相互为表里，共同完成整个消化功能。所以我们在讲脾的生理功能的时候，一定要联系到胃，共同来讲述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脾的生理功能和相对应的病理变化。脾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叫做脾主运化，其中运是指的运输，化是指的消化吸收。脾主运化可以运输和消化2大类物质，一是运化水谷，二是运化水液。运化水谷就是消化饮食物，运化水液特指对饮食物中水分的部分进行运输、消化、吸收以及代谢等等。我们先来看看脾运化水谷。脾的运化功能正常，饮食水谷才能够化为精微物质，转变成为气血津液，充养人体。我们来看看饮食物的消化过程。饮食入胃，胃的受纳腐熟，将食糜传给小肠，小肠的分清别浊的功能，将一部分有营养的物质吸取出来，浊的部分继续传向大肠，大肠将糟粕中的水分吸取出来，然后传导糟粕，变成粪便排出体外。整个消化过程是属于胃降功能的体现。在胃降的过程中，营养物质也就是脾把水谷精微变成气血津液，提升到肺的过程，我们称为脾升。气血的形成都是脾和胃的功能正常的体现，所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。人出生之后，营养都来自于脾胃运化的气血，所以我们又把脾胃称为后天之本。如果脾湿健运，胃气也不降，停聚中焦，首先会出现中焦的胃胀腹胀。胃胀腹胀则食物不能够吃下，就会表现出纳少、纳呆、纳差。脾不升清，营养物质不能够被提取出来，清浊混杂而下，而出现便痰。因此，如果脾湿健运，整个消化道就会表现出从上到下的症状，在上为纳少，在中为腹胀，在下为便痰。所以我们把纳少、腹胀、便痰称为脾的定位症状，或者称为脾的必有症状。脾的运化还体现在脾主运化水液，就是脾对水液的吸收、转输和布散的作用。它能够防止水液在体内发生不正常的停聚。当脾的运化功能正常，可以生成气血，也可以使我们人体体内的水液代谢正常。如果脾不能够运化，不仅可以使我们人体的气血不足，而且水液也不能够正常的运化，水液在体内停聚，会形成痰、湿、饮，甚至水肿等等病理产物，发展成为多种疾病。脾主运化的功能是脾的最主要的功能，脾的其他的功能都是在脾主运化功能之上演变而来的。脾的第2个生理功能就是脾主统血，统是指统摄、固摄的意思。脾主统血是指脾气能统摄、固摄血液，使血液能够正常的在脉管中间运行，而不至于溢出于脉外。脾主统血是以脾的运化功能为前提的。如果脾气虚弱，失去了统血的功能，则血不循经而溢出脉外，会出现各种慢性出血症，比如便血、尿血、脾下出血、月经量多、崩漏等等，并伴有一些脾气虚弱的症状，比如纳少、腹胀、便溏、神疲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出现。
脾的统血功能其实是脾主运化功能的一个延伸。脾的第3个生理功能就是脾主升清的功能，也是属于脾主运化功能的运动趋势的体现。升清主要包括2个方面，第一是它将水谷精微的物质上输到心肺，通过心肺的作用化生为气血，营养头面和全身。这个升清的功能是将气血津液运送到头面和全身。第2个升清的作用是指身体的一种动力，它可以维持机体内脏的位置相对的恒定。脾主升清同样也是脾的运化功能为前提的。当脾的运化功能正常，人体头面、全身的气血正常，内脏位置就会恒定。当脾失运化，就会失去升清的功能，水谷精微不能够输布到头面，就会出现全身乏力、头目眩晕、腹胀腹泻等等症状。脾气下陷也会导致内脏下垂，比如说胃下垂、子宫脱垂或者是脱肛等等这些病症。脾主统血和脾主升清，它们其实都是以脾的运化功能为前提的。脾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喜燥恶湿的特性，这是跟胃的喜运而恶燥相对而言的。脾的运化的条件之一就是脾体干燥而不被痰、饮、水湿所困。但是如果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液，痰饮水湿就会产生，形成内湿。水湿产生之后，反过来又会困阻脾气，造成了脾不运化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湿困脾。另外，外湿也容易困阻脾阳，导致脾湿健运，所以也称为湿困脾。可见头身重浊、肢体困重的症状。脾的连属功能，我们也从4个方面来学习。脾在志为思，是指脾的功能与思虑这种情志密切相关。思是指的思虑，是人的情志活动和心理活动的一种。正常限度类的思虑对机体一般没有不良影响，但是如果思虑过度，就会导致脾胃气结，脾气不升，胃气不降，则可见纳少、腹胀、便溏以及头晕目眩的症状。长期思虑会导致消瘦，这就是所谓的胃一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。这是因为思虑过度损伤脾胃，脾胃不足，气血生化无源，从而导致了消瘦。脾的连属功能第2个就是在体和肉，主四肢。它指脾的运化功能与四肢肌肉状况及其功能密切相关。当脾胃运化功能正常，气血充足，则肌肉丰满，四肢有力；若脾胃功能失常，气血不足，则肌肉瘦削，四肢乏力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如果有人想要增肥，四肢肌肉要丰满有力，就必须要通过健脾，使脾的运化功能恢复正常，从而达到增肥的目的。第3个是脾开窍于口，其华在唇，是指人的食欲、口味以及口唇的色泽与脾的运化功能密切相关。当脾气功能正常，食欲旺盛，口味就会正常，口唇的颜色就会红润有光泽。当脾湿健运，就会表现出食欲不振，口味也会表现出异常，比如说口淡、口腻、口甜等等。脾湿健运，气血不足，口唇的颜色也会变得淡白，没有光泽。我们总结一下，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以运化为主的生理功能，它所相对应的病理变化就是以纳少、腹胀、便溏为主要的症状。所以我们把脾的定位症状，我们又称为脾的必有症状，归纳成这3个症状，那就是纳少、腹胀、便溏。凡是不想吃饭、肚子胀或者是拉肚子的人，我们中医治疗就应该从脾来论治。以上是我们学习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，以及脾的定位症状。这节课就讲到这里。